2022年1月13日，台积电举行在线法人宣讲会，并发布了截至12月31日的2021财年第四季度财报。自2014年开始增加16纳米、20纳米节点的产量以来，台积电的全球代工份额一直在50%以上。到2020年底，台积电在全球代工市场的份额增加到57%，其41%的收入来自14纳米及以下节点。下图显示了按不同节点划分的毛利润差异，它部分解释了台积电向先进工艺节点转移的商业模式背后的基本原理。28纳米节点每300毫米晶圆的毛利润为$2835，而3纳米节点为$8695。中国台湾知名半导体行业分析师陆行之表示，2022年台积电的资本支出预计比2021年增加33%到46%，但折旧费用增加10%到15%，这可能是台积电毛利率向55%趋近的重要原因。目前，三星电子和英特尔也专注于7纳米以下节点，直接与台积电竞争。这3家公司都是光刻机设备供应商 ASML 原始投资者中的一部分，因此购买了多个 EUV 光刻系统。未来5年，台积电 vs 三星 vs 英特尔。新晶圆厂建设。下图显示了未来几年台积电、三星电子和英特尔预计的晶圆厂建设，这说明三星和英特尔将增强他们应对台积电的竞争力，同时台积电将继续建设以维持其竞争态势。资本支出。资本支出是建筑成本和晶圆厂设备之和，大约为50:50的比例。下图显示的是台积电、英特尔和三星在2018年至2023年之间的资本支出，其中三星的资本支出仅包括代工，不包括 DRAM 和 NAND 的资本支出。2021年，台积电是最大的支出者，资本支出为$285亿，比2020年增长66.6%。三星资本支出在2021年仅增长0.2%，但其2020年的资本支出增长113.8%。2022年，英特尔预计将增加资本支出43.2%。尽管如此，在2020年至2023年间，台积电的资本支出仍高于竞争对手英特尔和三星。这种支出增加将导致晶圆厂产能和芯片产量提升。节点转换。3家制造小于7nm芯片的公司之间的竞争将依赖于来自芯片设计和节点过渡路线图的产品技术特性。先看台积电。4纳米方面，台积电于2021年10月推出 N4P， 这是台积电5纳米家族的第3个主要增强版本。N4P 的效率比原先的 N5 提升了11%，并且比 N4 快6%。与 N5 相比，N4P 的功耗效率提高了22%，晶体管密度提高了6%。同时 ，N4P 降低了工艺复杂度，提高了通过减少光眼膜层的数量来缩短芯片的生产周期。台积电将在2022年第4季度量产3纳米工艺。3纳米方面，台积电依然采用 FinFET 架构，技术研发已经完成。台积电近日开始在 Fab18B 工厂正式下线初步试产的3纳米测试芯片。台积电计划在其进入2纳米工艺时引入 GAA8OLN 技术，2024年开始量产2纳米工艺芯片。再来看三星，三星代工厂已经开始量产基于4纳米工艺的芯片，并将开始在2022年量产3纳米的半导体芯片。该公司的3纳米工艺采用带有 MBCFET 的 GAA 设计，减少封装面积高达35%，提高性能30%。与该公司的5纳米 EUV 工艺相比，功耗降低50%。三星早些时候透露，将在2022年上半年推出第1代3纳米 3GAE 技术。2023年，三星将推出新一代3纳米 3GAP 技术，专注于高性能运营。2025年，2纳米 2GAP 工艺将投产。再来看看英特尔，这家公司在14纳米工艺上停留了7年，直到2019年才真正量产10纳米，相当于台积电7纳米工艺的晶体管数量。英特尔正在重命名其未来的工艺节点 2022H2。
英特尔4以前称为英特尔7纳米，英特尔预计每瓦性能比上一代提高20%。2023 H2，英特尔3以前称为英特尔7加，英特尔3将共享英特尔4的一些特性。英特尔预计2023年下半年的制造量将比英特尔4提高18%的每瓦性能。2024年，英特尔 20A 前身为英特尔5纳米，英特尔迈向2位数命名 ，A 代表 SRAM 或者 10A 等于 1nm。2025年，英特尔 18A， 英特尔预计2025年将有 18A 工艺，18A 将使用 ASML 最新的 EUV， 称为 High-NA 机器，它们能够进行更精确的光刻。未来5年展望，强大的台积电客户群，在三星和英特尔制造越来越小的节点的竞争基础上，台积电在其路线图中显然处于领先地位。台积电还拥有几家领先的半导体公司作为其客户，这些公司在过去几年的增长一直是台积电业绩的催化剂，其中包括苹果、AMD、英伟达和 Marvell。三星2纳米的 GAA 可能会吸引更多客户。由于与台积电签订了多年合同，苹果基本上优先考虑台积电即将推出的3纳米甚至2纳米节点，但其他公司可以在近期和中期迁移到三星，不是因为节点迁移，而是因为三星将为其预计在2022年投入使用的3纳米节点的晶体管率先采用更高效的 GAA， 而台积电仍计划将FinFET 技术用于其3纳米节点，并且在其2纳米节点之前不会迁移到 GAA。可迁移的客户中包括 AMD 和高通。高通在三星和台积电之间拆分订单已经不是秘密。英特尔虽迟但到的设计前景，如上所述，英特尔正在恢复其技术实力，但同时它需要在处理器领域与 AMD 竞争。英特尔将在2022年与台积电签约3纳米产能。英特尔正在加紧准备，一旦新工厂投入运营，就可以与台积电竞争。高通将在未来开始让英特尔制造其芯片，使用英特尔即将推出的 20A 工艺。英特尔的技术路线图将其 20A 工艺固定在5纳米，推出日期设定为2024年。在新任 CEO 的领导下，英特尔充满活力。这可能是一个竞争优势。在全球芯片制造代工方面，台积电和三星是双雄争霸的态势。由于台积电的更多产能都留给了苹果公司，结果让高通、AMD 等芯片研发公司也很无奈。没有产能的保障，就无法让自己的研发产品尽快见诸于世，也无法满足自己的供应商的需求。再加上供应链短缺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于是市场传闻，高通和 AMD 可能正在寻求其他的芯片代工企业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没有台积电的保障，那么三星无疑就是最佳的选择了。三星对于未来工艺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挑战台积电一直是三星追逐的目标。等不来3纳米，台积电先拿4纳米试水。曾几何时，苹果公司和高通闹得不可开交。为此，苹果公司不惜扶持英特尔公司，使用英特尔的基带芯片，但 iPhone 系列手机一直出现信号问题，被广大网友诟病不已，尤其是在 5G 基带方面更是落后于高通较多。无奈之下，苹果公司和高通和解，开始采买高通的 5G 基带芯片。不过，苹果公司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在英特尔无法继续维持自己的 5G 基带业务之后，苹果公司全盘收购了该项业务，并开始自主研发自己的 5G 基带芯片。三星打出3纳米牌，抢占技术制高点。近日，三星电子正式推出了多款对3纳米芯片制造工艺至关重要的设计工具和技术，以及帮助加强代工生态系统的战略。三星表示，他们将推出80多种针对半导体设计基础设施和封装解决方案进行优化的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技术。这些工具和技术对3纳米制造工艺至关重要。三星计划于2022年上半年开始推出3纳米产品。值得关注的是，三星计划在2022年投产的3纳米骁龙8G1N1继任者有望成为三星3纳米的目标客户。在高通的发展史上，
已经有多款骁龙8系列旗舰处理器都是由三星代工生产的，比如骁龙835、骁龙845、骁龙888、骁龙888 Plus 等。骁龙8Gen1仍然由三星代工，而且使用的是三星4纳米工艺。市场预计，高通骁龙8Gen2有望使用三星3纳米工艺制成，预期性能会有更大幅度的提升。此外，除了高通之外，AMD 等企业也可能会选择三星为其生产3纳米芯片。对于芯片制造巨头来说，在别无选择之后，只能开始自己的技术突破之旅，希望在下一代芯片制造工艺方面能够有新进展，进而开启产能的扩充，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三星奉行的战略无疑是抢占工艺制程技术的新高度，进而对台积电形成压制。而当初台积电能够崛起，也是在技术方面率先进行尝试，进而才超越英特尔等传统的芯片制造厂商的。在这方面，三星无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未来能够全面抗衡台积电，起码在代工市场份额方面，可以和台积电无限的接近。